我意外获得了方圆地区的3神兽，可狗系统却只让我选取一个使用，其余2个只能白白丢掉。经过我的深思熟虑，我决定选取裂空座作为我的出世宠物，毕竟它可是有着能以1敌2，平息2者战斗的能力，同时种族值更是高达680点，妥妥的神兽中的老大哥。此时我迫不及待地调出裂空座的属性面板，发现其不仅等级是满级100级，而且还是有着神值在身。要知道有神值和没神值的神兽之间，实力差距可是天差地别。就拿极冻鸟这些2级神来说，拥有神值的极冻鸟完全可以压着洛奇亚打，而我的裂空座不仅有着神值神兽的潜力，同样还拥有天皇器官，可以直接进行超进化，成为超强的 Mega 裂空座。此时我既然获得了裂空座这种神兽，便想迫不及待地出去闯荡一番。而第一站我得先去拜访下小田卷博士。当我来到博士的实验室后，发现他满头大汗的有些焦急，而在他对面则是个泪流满面的小女孩，一侧还站着一只高傲的木手工。经过我的了解后，原来这个小女孩是来退货来的。作为一名新手训练家，这个小女孩选择了木手工作为自己的宠物，可她并不以旅行为乐，而是整天给木手工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这强烈引起了木手工的不满，所以这才会主动跑了回来。这时我好奇地看向一旁的木手工，系统也是将它的属性面板调了出来。这时我的眼前一亮，没想到竟然会是紫色资质。这头木手工可以进化2次，那按照这样的情况，等进化到蜥蜴王之后，应该很大概率变成金色资质吧？拥有此紫色资质的初始率3加，这妥妥的版本之子啊！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于是我对着面露难色的小田卷博士说道：“博士，我有办法解决你现在的困境。”小风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博士，我想试着能不能收服这只木手工，如果我能成功，也能让博士您完成任务。而这个小姑娘也可以重新选择宠物。小田卷博士没有过多犹豫，直接将木手工的精灵球递给了我，而我也是从口袋拿出一枚树果递给木手工。在木手工吃了树果之后，对我的亲密值也提升到了30点，这也让我对收服他更有了信心。只见我将手轻轻放在他的头上，下一刻木手工直接进入到了精灵球之中。之后在拿到博士赠送的精灵图鉴之后，我便告别博士离开了实验室。重新回到家后，我心念一动进入到系统空间之中，然后看着翱翔在天空中的裂空座，以及在地上发出嘶吼的木手工。而在感受到裂空座身上强烈的神兽威压后，木手工已经彻底认可了我。得到木手工的认可后，我拿出豪华球准备给他换个家，丁木手工亲密度提升至100点，没想到换个豪华球还能提升亲密度，那想来200点亲密度也不是那么难。现在的木手工已经15级了，马上快要进化成森林蜥蜴了，那不如用系统空间的模拟战斗试验一下。系统，我要使用模拟战斗功能。丁宿主，开启模拟战斗功能，场景变更中。下一刻，我出现在一处普通的对战场地，请宿主选择对手。只见数道身影出现在你面前，在经过一番思考后，你最终决定选择杰尼龟，毕竟有着属性的压制，木手工应该能更快获胜。随后，一头蓝色的杰尼龟出现在木手工对面。木手工使用种子机枪，我对着木手工下达指令，我只觉得眼前一闪，木手工就已经冲到了杰尼龟的跟前，紧接着绿色的子弹就从他口中喷出，狠狠打在了杰尼龟的身上。而当杰尼龟受到攻击之后，也是迅速反应过来，忙使用梭壳将自己护住。不错的对手，木手工使用撞击将他掀翻。我再次对着木手工下达指令，只见下一刻，木手工借助强大的惯性撞在杰尼龟的身上，伴随着电光一闪的撞击，杰尼龟连龟带壳直接飞到了天上。当它落到地面的时候，已经成为了一只4脚朝天的王八。看到此刻无法起身的杰尼龟，我也是心中一喜。就是现在木手工近距离释放种子机枪，伴随着木手工的大喝声，一发更加强劲的种子机枪喷射而出，全都轰在杰尼龟的腹部。木手工获得了此次胜利。丁模拟战斗结束，木手工获得75点经验。请问宿主是否继续进行模拟战斗？我果断选择了拒绝，毕竟我可不是那种只知道战斗的疯子。在叮嘱木手工要好好休息之后，我便离开了系统空间，而旅行的下一站便是成华市的道馆。可就在我刚到成华森林的时候，却遇到了意外，一群波波正在对战一群傲骨雁。当我目光望去时，发现领头的几只傲骨雁体型比波波要大得多，而且资质也都是绿色。也就在这时，2大族群开始行动了。只见他们迅速飞向高空，在空中斗了起来。本来傲骨雁全程压着波波族群打，可随着又是一些比比鸟的加入，傲骨雁彻底落入了下风。很快天空就好像下起了鸟雨，时不时就有波波跟傲骨雁掉下来。拥有进化型的比比鸟倒是没什么大碍。当大战持续1个小时后，残存的比比鸟带着波波们离开了战场，而我也正准备离开这里，却遇到一只落单的波波。在查询了这只波波的属性后，我意外发现它正是那只唯一的蓝色资质。这时我心中忽然有了想法，波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不如成为我的神奇宝贝吧。闻言，波波兴奋地蹭了蹭我的身体，随后我便拿出豪华球将它收了进去。目前木手工的等级在19级，波波等级在17级，我打算在挑战道馆之前让他们都进化，这样才会拥有更大的胜算。此时为了让我的木手工跟波波进化，我决定再次让系统进行模拟对战。很快木手工跟波波出现在训练场，而在他们对面也出现2只精灵，赫然是一头23级的力撞击跟一头21级的皮卡丘，属性克制再加上等级差异，足以给他们2个带来极大的压力。这次我们要进行双打对战，争取击败对手，让你们进化。经过我的一番鼓舞士气的话后，木手工跟波波表现得很是亢奋，现在他们都迫不及待要开始暴揍对面了。先发制人，木手工波波同时使用电光一闪，在得到我的命令后，他们身后出现白光，同时冲向敌人，而另一边的力撞击跟皮卡丘也开始行动。只见皮卡丘同样也是一发电光一闪冲了出去，力撞击则是吐出一道火焰攻去。波波的速度比起皮卡丘自然是有所不如，所以直接被皮卡丘一击撞飞出去。一旁的木手工刚想行动，却不料力撞击的火焰攻击已经打来，他忙迅速反应躲了过去。第一回合他们便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波波飞上天空，然后使出翅膀攻击。
木手工就是现在对着皮卡丘打出种子机枪。在听到我的命令后，木手工快速朝着皮卡丘打出攻击，皮卡丘来不及躲避被正面击中，而波波则是重新飞上天空，使出翅膀攻击直扑力撞击。力撞击猝不及防硬扛下了这一击，在反击得到效果后，他们俩表现得有些兴奋，但很快对方凌厉的攻击再次抵达。这一次皮卡丘直接使出了10万伏特，将整片场地全都笼罩在内。波波在蹭到电网之后，直接被击落在地，而木手工则使出终极吸收，然后凭借草系对电系的抗性，死死的撑下了这一击。好在意外的是，力撞击也被10万伏特给命中，体力值也下降了不少。而就在这一刻，波波身上的进化之光却率先出现了，在一阵阵尖锐的鸣啼之中，波波的身形被迅速拉长。而在看到波波都已经进化后，木手工心中颇有不甘。下一刻，他进化悲愤为力量，伴随着一阵怒吼声响起，木手工也开始进化了。而另一边的波波率先完成了进化，现在的他成为了强悍的比比鸟。我也是第一时间查看了比比鸟的属性，虽然不知道它进化成比雕后是否会成为金色资质，但相比于之前的波波形态，现在的比比鸟是强大了不少。这时木手工也完成了进化，可惜的是此时的森林蜥蜴仍是紫色资质，但我转念一想，要是金色资质那么容易提升的话，那岂不是烂大街了？于是我再次指挥着他们进行战斗。森林蜥蜴对皮卡丘使出能源球，比比鸟使出空气，利刃攻击力撞击。随着进化后的实力提升果真强悍，只见森林蜥蜴侧身躲过力撞击的喷射火焰，手中的能源球当即发出，直接砸在皮卡丘的身上，将它重重击飞了出去。而此刻的比比鸟则凝聚出一个个空气利刃，连续攻向力撞击。在遭到比比鸟的攻击后，力撞击刚想躲避，却被空气利刃给包了饺子，无处可避的它直接被炸飞出去。在看到两兽优异的表现后，我继续趁热打铁的对他们指挥道：比比鸟使出龙卷风，等他们落地之后，森林蜥蜴再使出刀叶收割结束战斗。在得到我的命令之后，两兽对视一眼便开始行动。只见比比鸟挥动翅膀发出一道龙卷，将来不及反应的皮卡丘跟力撞击吸了进去。而皮卡丘因为连续遭到攻击，在龙卷风中的身形直接消散。待到龙卷风停下之后，只剩下力撞击虚弱的站在原地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森林蜥蜴当即冲出，挥动锋利的刀叶将力撞击彻底收割。这场战斗两兽都完成了进化。随后我便带着他们离开了系统空间，继续向着成华市的方向赶去。经过2天半的路程，我终于走出了成华森林的边缘，来到了成华市。可我刚来到这里，就遇到一个到处找旅行者挑战的少年，而我却并没有搭理他，因为我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随后我来到神奇宝贝中心，将森林蜥蜴跟比比鸟的精灵球递给乔伊小姐。在经过她跟吉利蛋的合力治疗下，他们2个也恢复到最佳状态了。之后我也是向乔伊小姐询问采优大会的情况，在得到详细的解释后，我刚想继续追问她该如何报名时，系统便发布了新的选择。查询到宿主面临抉择，神选系统发布如下3个新选项。看着这3个选项，我当即一愣。现在我有着裂空座在身，8大徽章得到手应该不难，因此选择一直接去掉。至于说现在立马去挑战成华道馆，以我目前的实力肯定是不够的。但如果说裂空座也参战呢？毕竟成华道馆是3对3的神奇宝贝对战，遇到打不过的对手就让裂空座直接登场。想到这里，我果断选择了第3个选项。恭喜宿主做出选择，获得乔伊小姐好感，并获得蜥蜴王的超进化石和钥匙。随后我让乔伊小姐帮我报名比赛，在告别后我便准备前往成华道馆。当我来到道馆之后，也是成功见到了千里馆长。看着眼前这个被誉为方圆4天王之下最强的男人，我的心底也萌生了一股战意。千里馆长，就让我来领教一下您的实力吧。闻言，千里馆长哈哈一笑。很久没看到这么精神的新手挑战者了，那么开始今天的道馆挑战赛吧。只见千里当即甩出一颗精灵球，伴随着一道光芒闪过，一只懒人翁出现在对战场地。随即系统也是第一时间获悉了懒人翁的资料。而在看到他的特性是懒惰后，我的心中却是一喜，因为懒人翁这种神奇宝贝，懒惰特性是其最致命的弱点，完全可以越级取胜。那么就拜托你了，森林蜥蜴。伴随着我将豪华球甩出，森林蜥蜴出现在懒人翁对面。而在看到我的森林蜥蜴后，千里馆长眼里闪过一丝惊愕，但很快他就恢复正常。能够在短时间进化成森林蜥蜴，小峰看来你的确是个很有潜力的训练家，但我可不会放水哦。随后他便指挥着懒人翁率先发动攻击，伴随着战斗的开始，懒人翁一改之前懒惰的姿态，瞬间跳起，向着森林蜥蜴劈去。森林蜥蜴刀叶正面迎击，我赶忙指挥森林蜥蜴进行反击。只见森林蜥蜴猛然窜出，直扑懒人翁而去。当2只神奇宝贝的攻击撞到一起后，竟然互相抵消了对方的攻击，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。但以我对懒人翁的懒惰特性了解，他会在下一回合直接进入懒惰状态，无法躲避或者攻击。果不其然，当懒人翁懒惰特性回归的那一刻，他直接被森林蜥蜴一刀给劈飞了出去。就是这样，森林蜥蜴使出能源球，伴随着一颗能量球的打出，直接炸在了无法行动的懒人翁身上。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，懒人翁再次被炸飞。而这次森林蜥蜴则迅速用种子机枪进行补刀，拿下了第1回合的胜利。森林馆长不怒反笑，不错的战斗意识，但下一只就不会是这样的战斗力了。伴随着千里馆长话音落下，第2只神奇宝贝过动员登场。看着过动员的信息资料，我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凝重。28级的过动员没有懒惰特性作为拖累，想要获胜确实有些艰难。但好在我的森林蜥蜴跟比比鸟都是紫色资质，力压对方过动员的蓝色资质。过动员上使出喷射火焰，千里第一时间对过动员下达命令，随即过动员也是喷出一发火焰攻击，而我则是赶忙让森林蜥蜴用电光一闪进行躲避。就在森林蜥蜴躲过这一击后，他又是迅速冲向过动员使用2连踢，过动员也是使出乱抓进行
行抵挡。这一击之后，双方位置互换，同时他们身上都有着不少的伤痕。而这时，千里馆长再次指挥过动员发起攻击，我见状也赶忙让森林蜥蜴用能源球进行抵挡。就在攻击碰撞在一起产生爆炸那一刻，森林蜥蜴动了，他一记刀叶猝不及防将过动员劈飞出去。吃痛之下，过动员也是发了狠，只见他一记乌鸦坐飞机骑在森林蜥蜴身上，紧接着又是一发喷射火焰喷出，将森林蜥蜴彻底吞噬。这一场战斗是森林蜥蜴败了，但过动员此时的体力已经消耗大半。紧接着我又召唤出比比鸟，使出空气利刃向对方攻去。过动员也赶忙使用喷射火焰，可他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比比鸟。只见比比鸟轻松躲过了他的攻击，而过动员则被空气利刃给命中。就是现在，比比鸟给他最后一击。在收到我的命令后，比比鸟使出电光一闪，突袭到过动员跟前，又是一记翅膀攻击，直接将他打晕。小风，我认可你了，即便你无法打倒我最后一只神奇宝贝，成华道馆的天秤徽章依然是你的。多谢千里馆长的夸奖，但我相信我能凭借实力拿到徽章的。虽然感谢千里的认可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手里还有着一张王牌。这个家伙一旦出现，就算对面是方圆联盟冠军米可利，我也能揍得他彻底崩溃。而这时千里馆长也召唤出了他最后一只宠物，赫然是一头请假王。比比鸟使出龙卷风，请假王使用100万吨拳击给我打碎龙卷风。伴随着两位训练家的命令下达之后，比比鸟率先打出龙卷风逼向请假王，而请假王则是一股能量汇聚在拳头上，发出猛烈的拳意将龙卷风给轰碎。随后他又是躺在地上恢复了慵懒之态。比比鸟打出的全力空气切割，却根本伤不到皮糙肉厚的请假王分毫，反而彻底激怒了他。在千里的命令下，一道破坏死光开始凝聚，以扫射的姿态将比比鸟击落。遭到如此重击后，比比鸟失去了战斗能力，于是我将它收回了精灵球中，转身又掏出了另一只精灵球。而在看到我拿出大师球后，千里馆长心里有了一丝危机感，可当看到我将裂空座召唤出来的那一刻，他才彻底傻了眼。竟然是方圆大陆最强的神兽裂空座，不是你拿老子当傻子整吗？谁家好人拿裂空座打道馆啊？张峰，既然你都拿出神兽了，那这一场也没什么悬念了，我认输，但我还想用我的王牌跟你较量一下。听到千里馆长的话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用满级的裂空座欺负30几级的请假王，确实不地道。那么就让我来见识一下你的最强精灵吧。见我答应之后，千里馆长也是放出了自己的最强主力，也是他的初始精灵，一头59级的请假王。而且这只请假王浑身没有一丝慵懒的气息，反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怪物一样。但这一切在裂空座面前都是小卡拉米。请假王对面是神兽，请使出全力攻击。得到了千里的命令后，请假王咆哮着冲向裂空座。裂空座使出龙尾，只见裂空座一个扫尾，直接将请假王击飞了出去，一击必杀。这种碾压的感觉是真爽啊！这时千里馆长也将天秤徽章交给了我。哎，早知道有你小子，当初就该让我的女儿和你一块去旅行。听到千里馆长的话，我赶忙尴尬的找个理由离开了道馆，再次回到了神奇宝贝中心，将比比鸟跟森林蜥蜴交给了乔伊小姐。在见到我的精灵都受伤之后，乔伊小姐下意识的以为我挑战失败了，刚想开口安慰我时，我却直接将道馆徽章亮出。这是我刚拿到的天秤徽章。闻言，乔伊小姐也是一愣。成华道馆可是方圆联盟最强的道馆之一，能挑战成功的训练家，实力都足以去参加方圆联盟了。乔伊小姐先是对我表示祝贺，随后又是拿出徽章盒子送给了我。在道谢过后，我便准备带着已经恢复好的2只精灵离开。可这时却有着一群人走了进来，而领头之人正是神奇宝贝动漫的主角小智。此时在得知我挑战过成华道馆后，小智长当即就要对我发起挑战，而我也正想领教一下他这个所谓主角的实力。于是我们来到一处对战场地，由沸羊杨小刚充当裁判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一场主角之间的对战正式开始。只见小智率先召唤出他的宠物，一只26级的傲骨燕。此时的小智已经打完了4个道馆，按理来说他的傲骨燕应该已经进化了。随即我也不再多想，当即便召唤出比比鸟。比比鸟在之前就跟傲骨燕族群打过架，所以在刚出现的那一刻便直接冲了出去。小智见状也赶忙指挥傲骨燕迎击。当2只神奇宝贝撞在一起的时候，都被那股力量给反弹了回来。但比比鸟明显占据了上风。如果他派出皮卡丘上场，我的比比的命令下达之后，一道像是艾斯奥特曼的奥特切割打了出去，将悬浮在空中的傲骨燕击落，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傲骨燕失去战斗能力，比比鸟获得胜利。随着小刚宣布过比赛结果后，小智立刻冲上前去抱起傲骨燕，转身便向着神奇宝贝中心跑去。而这时观战的乔伊小姐却主动找到我，小峰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正当我想开口询问她是什么礼物时，系统的提示却突然响起，检测到乔伊小姐有礼物送给宿主，触发以下选项。看到这3个选项我也是一愣，虽然我不知道她要送给我什么，但只要不是傻子就不会选第一个。而至于选项2的不变石也不能要，毕竟是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宠物进化，那么就只能选择第3个了。这个绮丽鳞片可是个好东西，是丑丑鱼进化成美奈斯的必要物品。在领取了系统发放的奖励后，我再次开口询问乔伊小姐要送给我什么。只见她拿出一颗精灵球。小峰，这是我曾经收服的丑丑鱼，我想将它托付给你。这时我才明白过来，系统为什么要奖励绮丽鳞片，原来丑丑鱼在这里呢。于是我第一时间便查看了这只丑丑鱼的属性，在发现它竟是紫色资质后，我的心中顿时一喜。紫色资质体型又这么大，一旦进化成美奈斯，绝对会是只实力强悍的存在。于是我让乔伊小姐将丑丑鱼解开，随后我用豪华球将它收了进去。乔伊小姐，你放心，一旦丑丑鱼进化成美纳斯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在得到我的承诺之后，乔伊小姐也是放心的离开了。现在的我准备离开成华市，
但在离开之前，我先跟小田卷博士打了个电话。博士，我拿到天秤徽章了。恭喜你啊，小峰！看来我没有看错你。等到彩油大会开幕，我跟尤秀会去给你加油的。之后在一阵寒暄过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，随后离开了成华市。这次我慢慢向着成华森林的中央地带走去。很快几天过去了，丑丑鱼在系统空间经过训练，已经达到了23级了。于是我决定使用绮丽鳞片帮它进化。只见我将鳞片放在了丑丑鱼的身上，下一刻一道进化之光在它身上亮起。没过多久，一头类似于蛇的优雅精灵出现在我面前，正是最美神奇宝贝美奈斯。而当我查询过美奈斯的属性面板后，便彻底惊呆了。没想到竟然是金色资质。要知道一些没有神职的2级神，估摸着也才仅是金色资质，而且这头美奈斯还解锁了超进化形态，这也算是我的第一头进化成完全体的神奇宝贝。只是可惜我没有超进化石，否则我还真想看看超级美奈斯是什么样子。随着美奈斯的进化，我决定给他找个实力相当的对手练练手。在成华森林的一处河流中，一头霸主暴鲤龙出现，等级处于28级，正好可以当美奈斯的对手。于是我便让美奈斯对他发起了挑战。只见暴鲤龙上来就是一个咬碎，面对这一击，我赶忙对着美奈斯道：美纳斯使出龙卷风。下一刻，一道水龙卷出现在湖面上，将冲过来的暴鲤龙吸了进去。伴随着持续的攻击，暴鲤龙也是遭受了巨大的伤害。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再次指挥美奈斯使出龙尾。只见美奈斯的尾巴上开始凝聚龙系能量，直至将整条尾巴覆盖。随后，巨大的鱼尾狠狠抽在暴鲤龙身上，仅此一击就将暴鲤龙彻底击败。蓝色资质的暴鲤龙面对美奈斯毫无还手之力，可见金色资质的可怕。之后，我便将美奈斯收回精灵球中，继续向着卡纳兹市走去。在走了1周之后，我终于来到了卡纳兹市。此时我的森林蜥蜴等级已经达到了29级，比比鸟也达到了28级，美奈斯则因为进化成了最终形态，等级已经来到了30级。现在他们全部迈入了精英级，接下来就要去挑战卡纳兹市的岩石道馆了。岩石道馆的馆主名为杜鹃，是一个擅长使用岩石系神奇宝贝的人。而目前我的3只神奇宝贝对岩石系都占据着属性上的优势，因此跟杜鹃战斗就不用裂空座上场了。随后我便直接来到了岩石道馆，见到了馆主杜鹃。一上来我就直接表明来意，杜鹃也是痛快的接受了我的挑战。第2次道馆挑战赛也是正式开始，杜鹃放出了自己的第1只神奇宝贝，赫然是一只28级的龙龙石。我本想他应该派出的是小泉石，看来道馆馆主派出的精灵跟挑战者的实力有关，于是我随后也召唤出了森林蜥蜴出场。草系神奇宝贝嘛，选择倒是不错。龙龙石上变圆后使出滚动，伴随着杜鹃的命令之后，龙龙石立刻使出了变圆，然后朝着森林蜥蜴滚来。森林蜥蜴打断他的滚动，使出打草节。打草节是一个对手越重伤害就越高的技能，所以龙龙石这种岩石系精灵在滚动阶段被打草节打断的时候，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。只听得轰隆一声，龙龙石重重摔在远处的地面上。而这时我赶忙让森林蜥蜴使出刀叶，龙龙石快躲开！然而森林蜥蜴的速度非常快，只见一道绿色光芒闪过，直接切割在了龙龙石的身上。巨大的攻击力再加上4倍属性的克制，直接让龙龙石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眼看自己的龙龙石这么轻松就倒下了，杜鹃也是有些感到诧异，但很快他又派出了下一只神奇宝贝潮北鼻，拜托你了。当看到杜鹃果真派出的是潮北鼻后，我并没有选择更换神奇宝贝，而是继续让森林蜥蜴进行战斗。潮北鼻只是岩石属性，因此对水系跟草系技能的抵抗力自然好很多，同时它还拥有磁力，可以使出电气系技能。森林蜥蜴毕竟是草系神奇宝贝，对电气系也算有些抵抗，所以我才决定让森林蜥蜴继续战斗。这时杜鹃指挥潮北鼻开始行动，只见一道电流猛地向着森林蜥蜴攻来。见状，森林蜥蜴一个电光一闪躲过攻击，然后又是一记刀叶狠狠斩在潮北鼻的脑袋上。趁着他吃痛之际，我再次让森林蜥蜴使出能源球，一时间在近距离的时刻，一颗深绿色的能量球慢慢凝聚。看到这一幕，杜鹃也是有些着急。潮北鼻借助磁力躲开森林蜥蜴的攻击，在听到自己训练家的命令后，潮北鼻浑身释放出蓝色的磁力光芒，借助着磁力的特性，居然躲开了森林蜥蜴这必杀一击。看到这一幕，你也有些意外，磁力还能这么用。而这时杜鹃又再次指挥着潮北鼻开始还击。就在森林蜥蜴攻击失败的那一刻，潮北鼻也开始凝聚力量，一颗能量球在他面前汇聚，下一刻球体猛然释放，直接将面前的森林蜥蜴给轰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无法动弹。而杜鹃则是抓住这个机会，指挥潮北鼻使出岩石爆破，给予森林蜥蜴最后一击。只见潮北鼻再次凝聚新的招式，眼前大量岩石凭空出现，下一刻将地面的森林蜥蜴彻底包裹住。此时杜鹃已经胜券在握了，可随着岩石的猛然炸开，森林蜥蜴却在一道绿光的包裹下毫发无伤。而这一招赫然正是指挥着森林蜥蜴打出种子机枪，试图找出潮北鼻的位置。伴随着我的命令下达之后，一道绿色的机关枪便瞬间发出，直接打在了潮北鼻的身上，遭到重击。潮北鼻刚想反击，却来不及了，因为我的森林蜥蜴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。于是电光一闪加刀叶的组合技能再现，然后潮北鼻便彻底倒下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而我也利用森林蜥蜴一只神奇宝贝，成功闯过了岩石系道馆。这是岩石徽章，是你打败卡纳兹道馆的证明，继续加油吧。从杜鹃手里接过岩石徽章后，我便离开了道馆。可就在经过一处博物馆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生了意外。看着突然起火的博物馆大楼，我赶忙召唤出美纳斯准备救火。美纳斯使用奇雨扑灭大火，伴随着我的命令，美奈斯也是发出轻盈，然后在奇雨技能的效果下，瞬间乌云密布，很快大雨倾盆而下，将燃起的大火给扑灭。可这时却有一道很辣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水箭队的事情居然都敢管，胆子不小啊！伴随着声音传来，一头大狼犬也是当即打出一发影子球向我攻来。危急时刻，美奈斯挺身而上，一发水流尾直接将影子球打飞出去。这时大狼犬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女人，正是水箭队的高级干部阿犬，而他最擅长的几只神奇宝贝就是大狼犬，还有地牙海狮跟巨牙鲨。当我查看了大狼犬的属性后，心中顿时松了口气。这家伙虽然等级较
较高，却也不是无法一战。但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我还是将森林蜥蜴跟比比鸟都给放了出来。敢关我水箭队的事情，得让你小子知道点厉害。大狼犬对美纳斯使出雷电牙。得到阿全的命令之后，大狼犬也是迅速朝着美奈斯冲来。美纳斯水炮迎击森林，蜥蜴种子机关枪。下一刻，只见美纳斯修长的身躯移动，一道粗壮的水炮当即轰出，直接正面击中大狼犬，巨大的冲击力将它击退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森林蜥蜴也使出种子机关枪打在它身上。在两只神奇宝贝的默契配合下，大狼犬遭受了不轻的伤势。看到这一幕，阿全也是怒了。只见他将地牙海狮也召唤了出来。这头地牙海狮的实力倒是让我有些意外，40级紫色资质的地牙海狮足以对我的神奇宝贝产生了威胁。所以在他打出极动光线的那一刻，我也是让3只神奇宝贝共同抵挡。在看到地牙海狮的极动光线被挡下后，阿全也是气急败坏的再次指挥着他们攻击。见状，我则先是让美纳斯使出龙卷风，将地牙海狮跟大狼犬笼罩住，随后让比比鸟跟森林蜥蜴往龙卷风中注入能量，增强龙卷风的威力。在这套组合招式的威力下，大狼犬直接被打得失去战斗能力，而地牙海狮也显得有些虚弱。在看到这一幕后，阿全更是恼怒，正准备派出巨牙鲨前来支援，可这时周围却传来一阵警笛声，于是他放下狠话之后便消失在了原地。对此我并没有去追，很显然阿全出面只是拖延时间，其他人估计已经把东西都拿走了。而对于水箭队跟火焰队的目的，无非就是为了得到蓝色宝珠跟红色宝珠，然后唤醒布拉多跟盖欧卡，以创造出他们理想的世界。如果等到布拉多跟盖欧卡复活的时候，我拿着裂空座直接过去，说不定就能直接收服他们呢。而这时君莎小姐带着警务人员将整个博物馆围了起来，同时也是将我当成了嫌疑人。见状，我也是拿出了自己的神奇宝贝图鉴证明身份，再加上周围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描述，我也是顺利解除了自己的嫌疑，成功离开了这里。离开卡奈兹市后，我继续朝着武斗镇进发。坐上哈皮老人的游艇后，在海上行走了2天半的时间，我终于来到了武斗镇。在抵达武斗镇之后，我并没有直接去挑战武斗道馆，而是来到了这边的山上，看能不能再收服一只神奇宝贝。可当我刚来到山腰下时，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脾气暴躁的岩石系神奇宝贝，仅2分半的时间就打了不下5场。最终在解决一只盾甲之后，我便快速向着山上走去，最终走进了一条隧道，来到了一处矿洞中，却意外发现了一群可可多拉，领头的是一只紫色资质的可多拉。看来这处矿洞是他们的地盘。而在我环视了一圈后，并没有发现波士可多拉的存在，于是我不由得松了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外之喜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竟然有着一只金色的可可多拉。这是闪光精灵吗？当我用系统查询过这只精灵的基础信息后，发现它不但是传说中的闪光可可多拉，还是有着金色资质的存在。此时我看着面前的可可多拉族群，心里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能不能将他们族群全都收到系统空间当中呢？毕竟可可多拉本就是稀有的神奇宝贝，而他们的最终进化型波士可多拉更是十分强悍。于是我将美奈斯召唤出来，然后试图跟领头的可多拉进行单挑1对1的挑战。这些自傲的族群首领显然都会答应。只见可多拉先是让自己的族人退远点，然后便直接使出了猛撞直扑美纳斯而来。我见状也是赶忙让美纳斯使出水炮迎击，一发强大的水炮当即倾泻而出。然而面对水炮的冲击，可多拉凭借强悍的实力，硬生生的冲破了阻碍，来到了美奈斯的跟前。就是现在水流尾，在听到我的命令之后，一股强横的水系能量开始汇聚在美奈斯的尾部。正当可多拉冲过的刹那，水流尾当即轰出，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他击退数十米，属性克制加双倍效果，这一击也给可多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紧接着美奈斯又迅速冲出，一尾巴砸在刚刚稳住身形的可多拉身上，再次将他砸得倒飞出去。随着美奈斯又一次和可多拉拉开了距离，我也是当机立断道：美纳斯再来一次水炮。下一刻，只见美奈斯再次凝聚出强悍的水系能量，猛然形成一道粗壮的水柱，瞬间轰在了可多拉的身上。巨大的冲击力再次将可多拉掀翻，3次水系技能的持续轰炸，也让可多拉的体力快速下降。要不是等级比美奈斯要高一些，估计他现在已经彻底倒下了。可多拉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要不认输吧？如何？可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可多拉好像被彻底激怒了，属于可多拉族群首领的傲气彻底被释放。伴随着可多拉的怒吼，一道金属音当即打出，打得美奈斯一阵恍惚。而趁着美奈斯失神之际，可多拉再次使用猛撞攻来，但我可不会让可多拉翻盘。美纳斯使出水之波动，强忍着不适，美奈斯再一次打出了技能。这一次的水柱相比于水炮小了不少，但穿透力却更加恐怖。当这一击命中可多拉的时候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直接瘫软在地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美奈斯击败可多拉，等级提升至34级。随后我甩出一颗普通精灵球，直接将可多拉收了进去。紧接着可多拉出现在系统空间中，看着眼前这个美妙的地方，可多拉表现得很是兴奋。于是我则趁热打铁的说道：可多拉，这是我的系统空间，这里非神奇宝贝的可多拉就这样充当起了说客，开始对着自己的族人们尽情的忽悠。最终在可多拉的努力下，我将整个可多拉族群全都收进了系统空间，而唯独那一只闪光可多拉，我是用豪华球单独收服的。在一切结束之后，我对可多拉首领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：可多拉，你们族群的资质都相当之高，是不是这里有着什么特殊的东西？听了我的话后，可多拉显得有些茫然。资质那是什么东西？但要说整个矿区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好像还真有。于是在可多拉的带领下，我们朝着矿区深处行进。在走了大概有2公里后，我终于见到了所谓的特殊物品，竟是一大堆资质进化石。钉资质进化石的效果如下：携带资质进化石进行进化，会大概率提高自身资质，其后代也有更高的概率出现高资质的精灵。听到系统的解释，我也明白了，可多拉族群正是吃了这些资质进化石，才会有着如此高的资质。之后我让系统将这些资质进化石全部收走，到时让所有的精灵都携带上一颗，那金色资质还不是手到擒来。随后我便向着矿区外面走去，可就当我走出这块区域没多久，不远处就传来一阵挖矿的声音，于是我便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这不去还好，一看到挖矿之人，我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，这不是方圆地区的前
前冠军大吴吗？随后我便上前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可大吴诧异，这不是方圆地区的前冠军大吴吗？随后我便上前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可大吴在这矿山很久没遇到训练家了，于是当即提出要跟我切磋一番。不是你要跟我打，你堂堂一个顶级强者要跟我一个新手切磋，这是想要虐菜吗？可这时系统提示却忽然响起，丁检测到宿主正在面对大吴的挑战，神选系统发布如下选项，紧接着系统发布3个选择。当看到系统的3个选项后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3个，奖励1枚随机精灵蛋，还能获得大吴的认可，这比买卖划算。随后我对着大吴说道：“那就打一场，别那么紧张，只是一场切磋罢了。只要你能打倒我一只神奇宝贝，我便送你一份礼物。”闻言，我的眼前一亮，什么礼物的不重要，我就喜欢挑战，不可能那就战吧。下一刻，只见大吴拿出一颗豪华球，然后一头银白色的闪光巨精怪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去一上来就放王牌，你管这叫切磋？可当我查看了巨精怪的属性之后，才真正发现这是我目前遇到的最恐怖的对手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我的森林蜥蜴跟大吴的巨精怪打起来了。就在刚刚，我遇到了正在挖矿的大吴，本想着上前跟他打个招呼，可他却直接就要跟我切磋。只见他一上来就召唤了王牌巨精怪，85级的闪光巨精怪，外加红色资质，这都能和一些普通2级神一较长短了。可我明知不可敌，却还是让森林蜥蜴上场，毕竟让他感受一下自己跟顶级强者之间的差距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新手训练家面对我的巨精怪，居然不会感觉到害怕，看来你还是很有胆量的。多谢夸奖，大吴先生。随着一阵寒暄过后，我们同时对着自己的神奇宝贝下达了命令。只见森林蜥蜴瞬间突袭至巨精怪跟前，紧接着展出一记刀刃打在巨精怪的脑袋上。可在他铁臂的技能效果加持下，森林蜥蜴的攻击毫无作用，威力不错，但对我的巨精怪没什么用。伴随着大吴话音落下之后，巨精怪的身上浮现出一抹能量，瞬间将眼前的森林蜥蜴给定住，然后直接给丢了出去，身躯重重砸在后方的矿山之上。仅此一击，森林蜥蜴战败。虽然我心中早有预料，但还是被巨精怪的实力给震撼。随后我将森林蜥蜴收了回来，然后派出美奈斯进行战斗。我先是让美奈斯使出奇雨，然后在水流环开启之后，用尽所有力量打出一发水炮攻击。可经过奇雨技能加持的水炮却被巨精怪拦下，随后经过念力的加持反击回来，直接将美奈斯彻底打倒。眼看自己再次失去一只神奇宝贝，我也是将美奈斯收回，直接拿出了那颗大石球。当我将大石球甩出的那一刻，神兽裂空座就此现身，感受着那一道无可匹敌的龙威之后，饶是大吴也不由得脸色骤变。本以为他的闪光巨精怪都够稀有了，你倒好拿出他这个前冠军可不能看到裂空座就主动认怂了。只见大吴再次调整好心态，指挥巨精怪使出精神强念，下一刻一股强横的念力再一次发动，只是相比于之前无敌的念力，如今打在裂空座的身上就好像是在挠痒痒。于是这一次轮到我笑了，大吴你不行啊，巨精怪的全力攻击好像都没破我裂空座的防御啊。大吴被气得差点吐血，但也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有神兽呢？裂空座使出龙之吐息，但不要用全力，免得把这个方圆前冠军给打崩了。我特别在前冠军3个字上加重了声音，大吴也不由气得牙痒痒。不过面对裂空座这样的神兽，他也想让自己的巨精怪突破一下界限。巨精怪使出守住，在收到大吴的指令后，巨精怪的身上浮现出一抹绿色光芒，紧接着他被包裹成一颗球。当裂空座压缩威力形成的龙息打出之后，巨精怪的守住也是坚持不到3秒钟便彻底破碎。然而龙息却去势不减地轰在他的身上，直至将他彻底击败。在看到巨精怪被一击击败后，这样的实力差距差点让大吴陷入绝望，但很快他就调整好心态，再次召唤出第2只王牌精灵。张峰神兽可不好遇到，那就让我其他的精灵也见识一下神兽的力量吧。波士可多拉上使出金属爆炸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大吴上来就是让波士可多拉使出最强技能。对此我却只是淡淡的道：裂空座使出龙尾。旋即只见裂空座的尾部凝聚出恐怖的龙系能量，直接砸在了波士可多拉的身上，将他重重击飞了出去。当波士可多拉倒地之后，当即直接进入了濒死状态。回来吧，波士可多拉。将波士可多拉收回之后，大吴再次拿出了一颗精灵球。这是我最后一只了，上把太古盔甲。只见下一颗一只81级的太古盔甲出现。太古盔甲使出原始之力，得亏是大师级的精灵，都有敢向神兽发起挑战的勇气，但最终的结果跟之前一样，太古盔甲连技能都没放出来，就被裂空座一道龙之波动给秒了。你赢了，张峰。我遵循先前对你的承诺，有一个小家伙倒是可以托付给你。只见大吴拿出一颗精灵球，下一刻一头健壮的铁哑铃出现在我面前。看到面前的准神，我感到很是诧异，这么贵重的准神，你要送给我？可大吴却只是笑了笑，区一只准神罢了，我家矿山上还有一大群呢。这狗大户真是太可恨了。我心里虽然暗骂大吴，但还是迫不及待拿出豪华球将铁哑铃给收了进去。相比于其他准神都要30级50级进化不同，铁哑铃这种神奇宝贝在初始阶段只有猛撞这一个技能，20级的时候基本可以进化成金属怪，等到了45级便可进化成巨精怪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总之多谢你了，大吴。你的裂空座不要这么招摇过市，即便是精灵联盟中也会有野心勃勃的家伙，一切小心。在收到大吴的叮嘱之后，我便告别他，向着山下走去。来到山脚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系统奖励的精灵蛋，于是把它从系统空间提取出来，抱着这颗带有花纹的精灵蛋，我从上面感受到几分温热。从这些方面来看，这很大概率是一只火系精灵，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想法。精灵蛋当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看样子是快要孵化了。于是我赶忙向着山下的神奇宝贝中心跑去。来到神奇宝贝中心后，我将这颗精灵蛋交给了乔伊小姐，让她帮忙准备精灵蛋的孵化事宜。只等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，精灵蛋才发出了破碎的声音，新的精灵终于要出来了。紧接着蛋壳破碎，一只橙黄色的精灵就这么水灵灵的出现。果然跟我之前猜测的一样，这小家伙确实是一头火系神奇宝贝。随后我也是用系统查看了小火猴的属性面板，虽然它现在只是紫色资质，但是问题不大，等进化成烈焰猴之后，那肯定是可以变成金色资质了。况且我还有着一堆
堆资质进化石呢。随后我将小火猴收进系统空间中，在武斗镇待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去挑战道馆了。武斗道馆馆主名叫藤树，擅长使用格斗系神奇宝贝，而飞行系克制格斗系。于是我决定用比比鸟打穿武斗道馆。或许这一战之后，比比鸟可能会迎来最终进化。在将一颗资质进化石绑定比比鸟后，我便向着武斗道馆开始进发。来到武斗道馆后，我见到了这个喜欢冲浪的男人。在得知我是前来挑战的新手训练家后，藤树也是率先派出了他的第一只精灵，正是一头25级的万灵。我随后也将比比鸟召唤了出来。在我们双方同时对精灵下达命令后，两只精灵也开始行动起来。可当万历开始使出巨气，想要积蓄自身力量时，比比鸟已经如同一道流光般窜出，撞在了万历的身上，直接将他撞飞出了对战场地，并且当场失去战斗能力。丁比比鸟击败万历，等级提升至36级。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之后，只见比比鸟当即大喝一声，下一刻一道耀眼的白光覆盖在他身上，进化之光开始涌现。随着比比鸟的身形不断变大，最终成功进化成一只比雕。比雕嘛，真是个不错的对手。那么这一场就拜托你了，铁掌力士。随着藤树甩出一颗精灵球后，一只强壮的铁掌力士也就此登场。比雕上电光一闪后，使出翅膀攻击。随着比雕最终进化之后，先前的基础组合招式也变得轻松起来。在对方的铁掌力士还没反应过来时，比雕的翅膀攻击就已经打在了他的头上。属性克制的双倍伤害下，铁掌力士当即瘫软在地。铁掌力士撑住使出铁头。比雕既然对手想硬碰硬，那就上吧，使出神鸟猛攻。当我们双方同时下达命令后，原本在地上的铁掌力士强撑着站起身来，在头上亮起一道光晕后，便向着比雕冲来。而比雕此时则全身冒起蓝红双色的火焰，也是向着铁掌力士迎去。只听得轰隆一声，强大的反震力将他们双方分开。比雕后退之后便稳住了身形，可铁掌力士却再次趴在了地上。给他最后一击，比雕使出暴风。下一刻，伴随着我的命令，一道恐怖的风暴席卷整个对战场地，而铁掌力士则被风暴刮到了空中，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我也成功用一只神奇宝贝打穿了武斗道馆。在接过藤树递来的拳击徽章后，我便告别他，继续向着下一个地方而去。下一个道馆的所在地是紫锦市，道馆馆主则是一名老者，擅长使用电系神奇宝贝，而对他我则准备用新收服的几只精灵。所以接下来我得让可可多拉跟铁哑铃赶快进化。在去紫锦市前，我先来到了黄金镇，在这里报名了神奇宝贝捕捉大会。而在大会开始之前，我也是继续训练着自己的精灵，直到铁哑铃在打倒了一头大岩蛇后，便开始了属于它的进化。当进化之光结束之后，一头矫健的金属怪出现在我面前，看着金属怪的属性面板，我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虽然在进化前用了资质进化石，但金属怪的资质依旧是金色，白光的亮起。进化再次开始，可可多拉成功进化成了可多拉，然而没有任何意外，它的资质也仍是金色。看来想要红色资质，只能期待一下他们的最终进化形态了。很快3天过后，野生神奇宝贝大会也正式开始。在乔伊小姐那里领取30个自然球后，我便走进了野生精灵保护区中。随着光束消失，我来到了精灵保护区内部，这里的空间十分广阔，想要在3天时间内逛遍整个保护区十分艰难。于是我便决定去收服一头坐骑。好在我的运气不错，在经过1个小时的探寻后，我终于遇到了一只落单的小火马。看着小火马的属性面板，我不由得松了口气，贪吃就行，这样收服的概率更大。于是我拿出了几颗雾花果，然后放在了地上。而在看到地上的雾花果后，小火马也是慢慢朝着我这边走来。计划第1步成功，在诱拐了小火马之后，我又是拿出了更多的雾花果。小火马，你愿意成为我的神奇宝贝吗？如果愿意的话，这些都给你吃。在雾花果的诱惑力下，小火马轻轻点了点头。见状，我赶忙拿出一颗自然球触碰在他身上，成功将小火马收服。随后我骑在他的身上，让他带着我去找伊布。在奔跑了2个半小时后，我终于来到了伊布的栖息地。正当我在思考怎么将伊布引出来时，草丛里突然传来一阵窸窣的声音，紧接着一只小伊布从中钻了出来。当看到伊布现身之后，我也是立刻对着小火马下达了命令。小火马使出火焰轮攻击伊布，伊布察觉不对，刚想逃跑，但小火马的速度更胜一筹。只见他裹着火焰的大脚踢向伊布，直接将他给踢飞出去。而我则见状赶忙丢出自然球，成功将伊布给收服。在伊布被传送到系统空间之后，被裂空座他们的威压给吓得瑟瑟发抖。见状，我则趁机再将伊布给传送出来。伊布酱，你也不想你的家人担心你吧？那不如你把你们族群的地址告诉我，把他们都带过来陪你。伊布被我这慈祥的面容感动，当即背叛了族群，直接化身带路党，带着我朝着他们的族群而去。最终在叛徒伊布的帮助下，我一共收服了10只伊布。而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又突然有了意外发现，2头奇鲁利安正依偎着靠在一起，看样子是一对双胞胎。而这份双倍的快乐，我一定要把握住。此时我看着面前火箭队的2个成员，当即便派森林蜥蜴使用种子机枪打去。见状，他们也来不及说什么台词，赶忙将自己的神奇宝贝也放了出来。只见黑鲁加一道喷射火焰，就将种子机枪灼烧殆尽。看到自己的技能被轻松挡下，森林蜥蜴也是发出一声怒吼。下一刻，一道耀眼的白光亮起，进化正式开始。见状，他们也是赶忙派出精灵进行阻止，同时打出2道火系技能，这明显是要森林蜥蜴彻底倒下。而也就在此时，我将美奈斯跟比雕召唤了出来，他们将森林蜥蜴护在身后，并同时释放技能向着对方打去。一击之下，黑鲁加跟大狼犬都受伤不轻。在看到这一幕后，2人也是再次甩出了2颗精灵球。旋即布鲁皇跟科波朗也是出现在这里，这样一来3打4，我则是变成了落入下风的那一个。不过这时森林蜥蜴的进化已经完成了，成为了一头强横的蜥蜴王。而我也是第一时间便查看了他的信息，在发现他竟能进行 Mega 进化时，我便拿出了一颗冒着绿光的超进化石，直接抛给了他。蜥蜴王就是现在 Mega 进化。在听到我的话后，对面的亚马多2人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。无知小儿蜥蜴王怎么会进化？只是他话还没说完，蜥蜴王的身上就开始迸发出7彩的光芒，然后超进化开始闪耀。在完成
能最终进化后，超级蜥蜴王的等级也被强行提升到了45级，并且还变成了双属性的存在。而我也迫不及待要试试超级蜥蜴王的实力。在见我下达命令之后，对面两人也是指挥着4只精灵同时进攻。可在超级蜥蜴王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们就像个新手一样。伴随着一道强横的飞叶风暴出现，直接将他们全部卷入其中。当持续整整半分钟的飞叶风暴消失之后，对方的4只精灵全都失去了战斗能力。见情况不对的他们赶忙召唤出双弹瓦斯，然后喷出一道烟雾就想离开。可我早就防着他们这一手，先是让比雕使出暴风吹散烟雾，然后又指挥超级蜥蜴王冲上去，将他们直接打晕过去。随后在君莎小姐的帮助下，直接将他们全部给抓走了。而我也是离开了黄金镇，继续向着紫锦市而去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的伊布跟小火猴也成功完成了进化，而猛火猴因为是我的蛋孵化出来的，只差一点亲密值就能达到满值，怪不得很多人都喜欢从神奇宝贝蛋开始培育。很快我便来到了紫锦道馆，见到了那个擅长玩电的老者。由于紫锦道馆属于电气系道馆，所以我的首选精灵便是可多拉。铁拳馆主派出的第一只神奇宝贝是一头小刺怪，看着眼前的小刺怪只有20级，我决定让猛火猴出来练练手。当小刺怪使出放电的那一刻，我便指挥猛火猴使用电光一闪躲过攻击，然后又朝他打出火焰拳。在铁拳特性的加持下，小刺怪竟被猛火猴这一击直接打倒。看着自己的小刺怪如此轻易就被打倒，铁拳不怒反笑：新手训练家啊，看来你的实力还是不错的，但下一只可不是这样的层次。随着话音落下，铁拳这次派出的是一只33级的雷电兽。而在他更换神奇宝贝的时候，我也是将猛火猴给换成了可多拉。随着岩石加钢系的可多拉登场之后，他们似乎都看出了对方强横的实力，一股莫名的气场在两只精灵之间产生。随着我跟铁拳同时下达命令之后，两只精灵也同时开始行动。可电系技能打在岩石系的可多拉身上，效果非常一般，可反之岩石系的伤害却效果拔群。在雷电兽到飞出去的一刹那，我便再次指挥可多拉使出大地之力，伴随着可多拉的怒吼声，一道恐怖的地面系能量开始凝聚，紧接着一道裂缝出现在对战场地之上，在雷电兽落下去的那一刻，直接就被彻底吞噬。第2回合我的可多拉获得胜利。随着第3场对战的正式开始，铁拳也是派出了最后一只精灵，一头踏入了准天王层次的电击兽。不过这种层次的精灵我也有啊。可多拉先和对手较量一番，使出金属音，在收到我的命令之后，可多拉当即吼出一道音爆，见巨大的噪音袭来，电击兽也是遭到了巨大的痛苦。电击兽给我撑住，使出劈瓦攻击。铁拳也是对电击兽再次下达指令，格斗系的技能对岩石系可是4倍克制，这一击一旦命中，可多拉很有可能会被直接秒杀。可多拉使用守住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可多拉的身上浮现出一股绿色能量，护着他挡住了电击兽的这一击。随后我将可多拉收回，又拿出了蜥蜴王的精灵球。这一场紫锦道馆的对战几乎已经确定了结果。只见蜥蜴王蓄力使出阳光烈焰技能，一团白光冲天而起，直直轰在电击兽的身上。阳光烈拥有了参加方圆联盟采优大会过半的资格。随后我在查询了地图之后，发现紫锦市有着一座化石博物馆，顿时我的眼前一亮，说不定里面会有着化石翼龙的存在。于是之后我便来到了博物馆内，可这里虽然有着不少化石的存在，但我却并没有见到化石翼龙的身影。正当我满脸失望的准备离开时，不远处却聚集了很多人围观，而在中间还有着一个工作人员正在叫卖那些零散化石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忽然响起，丁检测到化石翼龙的超进化石。在第2天一早，我在神奇宝贝中心见到了这位联盟冠军，而他似乎也早就知道了我。你就是打败大吴那家伙的新手训练家，又拯救了紫锦市的张峰吗？听到米可丽的话后，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吴这个大嘴巴果然把我说了出去。但我来不及多想，直接向米可丽索要这次的奖励，毕竟大吴出手送的都是准神，身为联盟冠军的他可不能落了层次。只见他先是拿出一套精灵球出来，这是一套特殊的精灵球，其中包含的也有大师球，并且允许你向精灵联盟申请一只准神精灵。听到这我心中顿时一喜，大师球并且还能自选准神，想想班吉拉、快龙、烈咬、路杀等一系列准神，我还是决定选择暴飞龙这系列的准神，毕竟是方圆地区的特产，应该会有更高资质的存在。得到我的答复后，米可丽当即联系联盟的工作人员，让他们选择一只优秀的宝贝龙或者甲壳龙送来，但他们抵达紫锦市至少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，而米可丽也不想浪费这宝贵的时间，当即就要提出跟我切磋，既然你自己找虐，那就怪不得我张峰了。随后我跟着米可丽来到紫锦市附近的山上，一场冠军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。只见米可丽一上来就放出了王牌精灵，赫然是一头83级的美纳斯。见此，我也是派出了美纳斯上场，毕竟让他见识一下强大的同类还是很有必要的。而米可丽在见到我派出的也是美纳斯后，先是对我的眼光表示赞赏，然后又是谦让着让我先攻击，而我也没客气，当即让美内斯释放水之波动。只见一道高压水柱向着米可丽的美纳斯袭去，可他的美纳斯却没有丝毫动作，仅靠肉身强行挡下了这一攻击。美纳斯，我的甜心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实力。伴随着米可丽下达命令，他的美纳斯当即轻吟一声，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水系能量瞬间释放，水流的冲击直接让我的美纳斯毫无还手之力，轻松落败。在将美纳斯收回之后，我也是拿出了那颗大师球。之前之所以没让裂空座直接出场，也是给米可丽留点面子，毕竟人家千里迢迢来给自己送奖励的，这点人情世故还是要有的。米可丽先生，接下来这只精灵就没那么好对付了，听了我说的话，米可丽也是没来由的感觉到
一丝不对劲，难道这小子真能跟大武打得不相上下？直到我将裂空座召唤出来后，他才彻底傻了眼。这是裂空座，你管这叫新手训练家？大武这小子没跟我说实话呀！此刻米可丽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，但既然来都来了，他也想试试神兽的真正实力。不得不说，冠军的心态调整的就是快。美纳斯对手实力超强，直接使出破坏死光，不要留手。伴随着米可丽的命令下达之后，美奈斯也是当即调整状态，紧接着一道破坏死光打出。在他刚刚发射的那一刻，我也是对裂空座下达了命令。裂空座龙息，只是淡淡的5个字，就看到裂空座眼神中带着些许对美奈斯的不屑，然后一道浓郁的绿色能量柱当即打出。在2道能量接触的那一刻，美奈斯的破坏死光便彻底粉碎，然后去势不减的龙息直接将美奈斯轰飞。看着失去战斗能力的美奈斯，米可丽心疼不已。在将他收回精灵球后，便赶忙向着城里的神奇宝贝中心跑去，而我也随后跟了上去。当我来到神奇宝贝中心，米可丽已经恢复回了之前优雅的模样。在将宝贝龙的精灵球交给我后，他便离开了紫锦市，我则是将宝贝龙给放了出来，顺便让系统查看了它的属性、隐藏特性、强行。最终进化后的暴飞龙可以拥有的暴飞龙可以拥有自信过度的特性，一旦打倒对手就可以增加攻击力。同样，这头准神的初始资质也是金色的。要知道，米可丽的王牌美纳斯也不过是金色资质，可见这头准神宝贝龙的珍贵，又成了人家的情分。下次要是再见到大吴跟米可丽，我就不用裂空座他们了。